在四川古蔺县的全山之中，我们发现了一处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。房子四周都是茂密的原始森林，这里峡谷纵横交错，山川秀丽，景色宜人，鸟语花香，真的是一个难得的风水宝地。屋前就是一大片土地，生活在这里完全能够自给自足。从空中俯瞰，方圆几公里荒无人烟。如果是你，你愿意来这里居住生活吗？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探访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婷婷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四川古蔺县的黄金老林，在这片原始森林的崖壁之上，还居住着一户人家，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。走，我们现在就过去看一下吧。黄金老林是古蔺县的一个原始森林景区，这些护栏和水泥路应该都是景区给修缮的，以前是没有这些护栏和水泥路的。虽然居住的地方是一个原始森林，但是出行还是挺方便的。这条栈道完全是依靠崖壁开凿出来的，是那户人家出行的唯一通道。那边有一条瀑布，它的出水量不是很大，因为这2天没有下雨。但这个地方山清水秀，真的是一个夏季避暑的好地方呀。你说为什么自古以来很多人都向往这种隐居山林的生活呢？以前古人隐居山林，除了躲避战乱，很多时候也是为了逃离社会上的勾心斗角，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吧。就像陶渊明受不了官场的束缚，按道家说的“道法自然”那样活着。把山林溪流当成安放理想的地方。现在社会和平安全了，一般人还是很难做到隐居生活了。那边有一个木桶，那应该是一个风筒吧？因为我们之前拍那些独户人家都有看到过。还真的是耶。你看，它这边还写了“进入景区，禁止吸烟、乱扔垃圾”。那块石头滴水下来，好光滑呀！上面还有钢钎的痕迹。它这些钢钎插里面是干什么用的呢？这里还放着2张凳子。你看那儿也堆放着一个斧斗，是用来打稻谷的。为什么会放在这里呢？那边就是房子的所在之处了，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人在家呀？这2旁还堆了一些竹子和木头，这里还放着一些瓦片，不知道他们是要修建什么吗？这边还有一个3轮车。要是以我开车的技术来，这个路我是会开到沟里面去的。你看这里种了好多玉米啊，
这里的每一块土地都没有闲置，都种的有庄稼，看得出这家人非常的勤劳。是谁？谁？你好。你这个是在冰什么嘛？芋头。哦，芋头。嗯。你是姓哪呀？谁？啊。你是姓什么？姓韩。姓韩。韩姓韩国的韩。哦，汉官的汉。这个姓还是很少听过。姓多。哎，今年有好多岁了啦？今年60了。60了呀？哦。看不出。那你们在这里居住了好多年了？我们的祖籍基本上就在这个地方居住。哦，祖籍就是这里的哈。我看你们这个地方网络都没带，你们这打电话方便吗？有网络啊。我们一路过来，手机一点信号都没有。你们是电信都没有。哦。是移动网络。哦，谢谢你。哦，我们是电信。电信。所以一点信号都没有。哦。移动也有。哦，移动。那你们这里还是通定的哈？哦。这里就看得到个基站架子啊，就在这对面个大宝宝上。哦，其实教站就在对面。哦，就这里对面。所以你饼这个是拿去卖吗？还是自己家用的？自己家用。自己家用。给到时候挖红薯啊。哦。挖土豆这些嘛，就拿去结红薯啊，结土豆那些啊。哦，你们。方便噻，在地里的。你们还种了有红薯啊、土豆。哦。哦，你说吃的都是自家种的哈。吃的就蔬菜方面吃啊，和肉食是自己个儿。肉的话。肉食是自己个儿养猪来吃嘛。哦，蔬菜大多数是自己个儿种来吃。哦，意思说你们园林杀猪来以后，可以管整个园林是吧？哦。哦，那还好哦。抗成腊肉嘛。啊，对。哦，抗成腊肉。大米现在没有种了，大米就要全靠给买来吃。可能是缺水的原因哈。应该是缺水，所以没种大米。不是缺水。你们这边应该是沙土啊哈。不是，而且还是粗料，一亩地要产1000斤泔水稻。哦。的左右。因为啥子啊？种庄稼种起没得投资，生产投资不起，在屋种庄稼。像现在年轻这边说要送个小孩子上学读书，那个费用就没得来的。就不够嘛。只有把庄稼甩了，靠出去打工下劳力，去奔波儿来。人家说的，一瓶粮食还没得一瓶水贵哈。哎，就是。所以说话，宁愿在外面买哈。哦，你在屋种庄稼嘛，老年的又干不了。啊。年轻的在屋头种庄稼又只能有吃，而且生产投资人家找不到，所以他必须要出去。啊，也是啊。那你们有几个子女呢？2个。是。一养一个吗？哦，一养一个。他是管控的，只干像我们这山区嘛，只省得到。应该现在出去工作去了哈。没事，做工地，做工地啊。外面。在外面去。哦。找工地做，都是干苦活。找的都是辛苦型哈。哦。他多久回家来一次呢？他一般只要工地是正常的情况下，他都不容易回来。都不容易回来。万一工地上不正常，没得赶上啊，又回来哈儿。应该还没结婚吧哈？结婚了。结婚了。他就是，因为我就现在2个孙子嘛，就是他们就是为了要去早点来供完2个孙子上学嘛。哦，你说孙儿娃读书了哈？哦。大个孙儿10多岁了。哦，10多岁了。一个在城头就专门供娃儿上学嘛，一个就要去找钱嘛要去找供娃儿上学费用嘛。哦，是嘛，一个人顾家，一个人找钱哈。我往年这样，我都在外面去混日子，去过生活。哦。现在是到年龄了，外面工地上不要了嘛。就姓林嘛，外面那些哈。哦，他限年龄了，工地上。因为现在太紧了，现在年轻人没来工作的太多了。哦，到60岁的话，他就不要你了。哦。是啊。他像你们一般多久出来一次门呐？我们那是
他想要去还不是就随去啊？时想去都可以去啊。哦，看你们找也方便哈。一般情况别老师都不会出家哈，都是在家里。只要想出去，随时都可以去。他你们这水是从哪里来的？我们这水主要挨东头吹凉水就。在我这哦后面有个挨东头吹有个山泉水。山泉水哈，嗯，难不怪这喝了山泉水，你看两盒吃啊，多少几岁都看不出来邻家。因为现在吃的健康了嘛哈，全部都是自己种的，你看连猪肉都不用出去买，都是自家喂养的猪啊，哦，自家喂养猪。所以说身体各方面肯定是好很多噻。他你们那条路啊，我们看们那些人都比较修得好，好像是才修的哈，哪条啊？就是我们过来那条路啊。到了，这点儿小水泥路，嗯，这我自己投资的。自己投自己资的。投资的啊。哦，我们当时还以为是景区为了搭到这儿把路修不过来。是哦，走那个栏杆儿倒是政府投资搞的。哦。然后两面那个水泥路是我自己那个路基的自己硬打盖出来硬搞的。哦，是说我们自己出钱让的啊。哦，自己。疫情没得这个没修这条路的时候，那个路是全部是自己造出来的啊。哦，就是啊。哦，你们也是你造的啊？是啊，哇，这花多少10来斤哦？哎，花点精的。这是你还是很凶哎。以前那只能是人行走路这些勉强过得到嘛，用飞的山呀、运的山这都不方便嘛。啊。后来嘛，一时修好一时整好的嘛，现在搞基本上要方便点嘛。你这个有古代愚公移山的精神哦。你做得这种条件，你自己不搞不行了。要是在这下面这个下面有个溪流哈，要是再帮溪流再筑个塘上去，那就更好喽。啊，那个师傅这小姐啊用啊，也说点会了，在下面溪流啊，这瀑布条耍也是可以。可以了，再。所以你当时造这个路啊，是花了好长时间啊？我在家搞半年嘛。半年。哎。全部是用那种凿子、拿锤子锅敲出来的啊？哦，那个时候就是人工硬搞噻。哦，不得了，不得了。我看它上面都还有那种钢筋插在上面的哈。啊，现在搞，今年我有培训嘛，现在是有电了嘛，多少有点机械化，用那个电锤去打嘛，有些还差的那种嘛。以前手工去不好搞些嘛，现在用。所以说我们刚才来的时候看到墙上有些钢筋，我还在问钢筋是为啥有钢筋上面挂件，应该是你弄的哈？就是搞那个路拴个安全带嘛，为了保护安全嘛。哦，钢筋栽在盖上嘛。意思说你当时造这个路的时候是自己吊在空中像我造？啊，当时啊有些危险那种地势嘛，就要像那搞噻。哦。固定嘛哈。哦。你的精神还是可嘉。一般人这种事情坚持，好多人坚持不下来了，真的。所以当代愚公那种愚公的精神。愚公移山的那种哈。这个你遇到这种条件，你自己不创造是不行的啊。看你们这房子好像是翻新过哈。修过的。这个房子是30多年，9几年修的。9几年修的啊？嗯。因为我们去很多地方，他们的房子啊，没那个翻新，都现在很破旧了，但这房子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崭新那种感觉。九几年才修的。哦。那个时候都是全靠自己修哈，那个时候。哦。你们这地方冬暖夏凉，是不是？晚上要睡觉都要盖被子嘎？要盖被子。那我们到周边看一下吧。好。给他们房子周围参观一下。那时候我们就在那儿到处看啊，等你们方便一下哈。没事。这边应该是厕所吧？它这里是一个厕所，你们看它的厕所，跟我们城里面的厕所是一样的，是那种冲式的。哦，这边应该是，哎，这里有个墓。哇，应该是那位叔叔的祖先坟墓吧？你看这里好多座呀。你看那边也有，叔叔们几代人应该都是葬在这里的。
走，我们过去。这门前的一大片都是叔叔阿姨家种的，你看那边种的是包菜，上面是四季豆吧，还有玉米。太远了看不见，反正没有一块土地是浪费的。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特别的好，那边就是一个瀑布溪流，夏季在这里还可以玩水、捉鱼、捉螃蟹。这里的风景呢也是挺不错的，空气特别的清新，是我心中所向往的世外桃源生活。这个地方我们已经看完了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